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金融市场中有很多经典的交易理论，这些理论经久不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投资者。斜波交易法就是这些经典理论中的一种啊。它最初是由这个加特利在他的《Profits in the Stock Market》一书中介绍的啊。因此，这个斜波中的这个加力形态也是公认的最古老的斜波模式啊。所有其他的这些比如说这个蝴蝶形态啊、螃蟹形态啊，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修改。那么加特利宣称他这个斜波模式的胜率有70%，这个在后来斐波那契技术分析的那个绝对拥垒者Larry在他的Fibonacci Ratio with Pattern 这本书中好像也是验证过这一点的啊。那么说起这个 Larry， 他也是一名这个知名的交易大师啊，他与我们熟知的这个利弗莫尔啊、江恩啊都是处于同一时期的他们都是见证了这个华尔街成长几十年的人物啊，所以从他口中得出的一些结论我觉得还是具备一些参考意义的。那么这个斜波形态，它与我们熟知的这个收敛三角啊、双底啊、双顶、头肩顶、头肩底以及楔形啊有所不同啊。它是一种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小众且有一些复杂的这个价格模型啊。它里面的这些形态有很多种，并且每一种对于这个斐波那契，也就是黄金分割的定义都有所不同。但是因为这个斜波形态定义比较复杂它牵扯了这个斐波那契的数字太多了定义又多形态也比较多什么这个螃蟹形态ABCD 形态加力形态蝴蝶形态、螃蟹形态、鲨鱼形态，你光是记住这些名字还有这什么深海螃蟹形态，你光记住这些名字名词包括它的定义就很麻烦了就要花不少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先抛弃掉这些定义我不是来给大家科普这每一种形态它的具体的数值的这个定义的这不是今天这个视频的目的我们是按照一贯的传统我会把它这套交易方法进行量化看一下它在如今的这个市场环境究竟还有没有具体的这个盈利的能力带着大家去实现一下这个量化 EA 的这个代码部分关于这个 EA 的话，我还是会上传到网盘上有需要的就自行去下载自己去做更详细的测试源码实现的部分我可能会分成2个视频进行发布所以还没有关注我的同学请给我点一下关注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后面更多的内容了。另外就是我自己也知道就是我分享这种尤其源码类的视频它的受众比较少观看量很少因为大多数同学他只是想知道结果他对于你具体怎么实现对吧？你还要写代码这些不感兴趣但是我个人呢认为其实这些繁琐的部分，这些源码的部分才是能够让你得到成长的部分这个金融市场的各种理论真的太多了，各种交易策略多如牛毛我不可能每一个都去写，每一个都照顾到，每一个都去实现所以最好的还是你们自己掌握了方法，然后自己你想做各种尝试都可以你掌握了钓鱼的方法，那么钓到鱼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投币多多转发，这样我才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做类似的内容。好，那么接下来我就带着大家去逐行代码的去把这个交易策略实现一下。那么还是我新建了一个 MQ5 的文件这是它一些这个默认的一些代码这里就是我个人做的一个版权说明类的信息一些风险提示你们可以不写这个 on init、on delete、on ticket 这是一个 EA 必要的这个3大结构好，那么我们就首先还是把这里的外部输入参数写一下。先定义一个，先要引入库对象 ，include trade 类下的 trade MQH
然后声明一个 trade 对象，取名叫 trade。然后我们这个 EA 的话，它还用到了一个 position 的类 ，position info 的类 ，position info。还有一个，因为我们这里是针对于这个 EA 来说啊，一次一单，但是它会有，这个指标它会有这个重汇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这种重汇的问题，多次下单，所以我们就是规定这个策略，它一次只能下一单啊，多空都只能下一单，但是这种方式的话，可能会导致你这个。针对于这个形态的应用啊，不够完全啊，因为你这个形态可能在这个位置啊，这个 ABC 可能不会啊，这个螃蟹形态可能会，比如说它在这个位置就已经产生了这个形态，那么我们就只能做它最初的一个信号了啊，所以为了相当于是一种补救吧，我就给它加了一个这个加仓系数啊，也就是上一笔是亏损的话，下一笔可以进行一定的加仓，但是它与我们这个马丁又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这个。止盈和止损啊，又不是很固定啊，所以它没有马丁那么强的盈利能力。同样的，它也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也就是说，即便你这把它加到2的话，这里加到2的话，你这个爆仓风险也不多啊。但是这只是一种弥补的手段啊，所以尽量还是不要用啊，尽量不要用啊。但是这个功能我会写啊。那么牵扯到这个上一笔是否亏损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调用一下这个 deal info， 这里就要针对它进行一个引入啊。deal info， 没写错。好，我们再定义一个枚举类型 ，enum 类型，这个是关于 TP 的啊。也就是我们的止盈价位，这里的止盈和止损的话都是指标给出的啊。指标给出的话，那么止盈它是有3种啊，这里 TP1、TP2、TP3 啊。那么 TP1 的话，它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我们找一个，这不太容易找啊。有些 TP1 的话，它相对来说距离你这个进场价位就已经很近了啊，所以。看你个人选择吧，你可以选择 TP1、TP2 或者 TP3啊。我这里就是把它定义出来。TP1，大家注意啊，我这里主要是为了给大家做演示啊。第一止盈位，所以这个过程我就会。相对来说写的比较随意一点，包括这里的参数的命名，所以为了严谨起见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取的更符合逻辑一些啊。因为我个人其实大家应该能够猜出来，我之前也是从事了这个软件开发类的行业，所以我个人对于这个参数的命名啊，一定要做到清晰明了啊。符合逻辑啊，所以我个人对于这方面有一点要求啊。enum， 然后这里是定义的这个路径啊，这个指标的路径啊。我们这个 EA 的话，我们只是调用这个指标去做交易啊，而它这里指标的具体它如何是实现这个形态的捕捉的话，我们是靠的，看一下啊。是靠的这个 indicators 下的，对，就这个，通过这个指标来进行捕捉的啊。那么这个指标也是我从网上下载的，我待会儿找一下这个下载地址啊。如果你这个可能因为一些网络原因你这个不好下载的话，我同样会把这个指标上传到网盘上，你们可以从国内的这个网盘进行下载啊，就比较方便啊。那么这个下载位置，如果你是从这个 market 进行下载的，也就是
哎，也就是你从这里下载的话啊，这个指标是免费的啊。你从这里下载的话，那么你的位置就是在这个 market。如果你因为一些网络原因你下载不下来的话，那么你可以直接从我的网盘上直接把这个指标放在 indicator 这个目录之下啊。那么针对于这两种方式的话，你就需要选择不同的位置啊。如果你选择这个 M 的话，它代表的是你是从这个 market 文件夹下，也就代表你这个指标啊，就是这个指标啊，它是放在 market 文件夹下的。如果你是从我分享的这个网盘下载的话，那么你就要把它放在这个指标的根目录文件夹下啊。根目录大家应该都找得到吧？就是这个MQL5下的 indicator， 你直接把它放在这个根目录下，然后 EA 就可以找到它了啊。好，那么接下来就是针对于所有的参数进行编写。首先的话就是我们 input group 下的基础设置。基础设置相关的，首先是我们的这个 magic number 魔术号，给它一个默认值，这个叫做取个名字叫做 EA 唯一编号啊，也就是 EA 的身份证啊。然后第二点就是 input， 我们输入也是一个枚举类型，输入我们的 time frame， 也就是做单的这个时间周期啊 ，trade time frame， 默认值就是当前时间周期，信号时间周期，然后是手术啊，也就是初始手术。初始手术给它一个最小的 0.01 默认值嘛。然后是加仓系数。这个加仓系数，如果你定义成为1的话，那么就代表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加仓功能啊，就代表没有这个参数啊。如果大于1的话，代表你是有这个加仓功能的，那么它会获取你最后一次的盈利状况，来决定是否要加仓啊 multiply。加仓系数比如说 1.5。然后是我们的 TP mode 啊，也是一个枚举类型。TP mode 枚举类型的话，我们给它一个默认值就是TP3 吧，对 TP3， 默认值无所谓啊，止盈位，然后再接下来就是max bar， 也就是最多 K 线数量。这个它影响的其实不会影响你做单信号，它更多影响的就是你显示的这些图形化的界面啊，它对于你做单信号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你这个也不能太小啊，不能太小，最小500。然后是路径，指标的路径，我这里加了个 P， 这里少了个 mode， 这里是一些命名的，我个人喜欢的一些命名方式，不影响程序的逻辑。
默认的话就是指标所在位置。好，这是我们的一些基础的设定 ，enum 类型啊。一些基础的设置。好，那么还要设置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zigzag 的值啊，这个 zigzag 指标它更多的是用来定义我这里写的波段，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比的概念啊，因为你这更多的是比较这个斜波形态，更多的比较是一段行情与一段行情之间的这个回调程度啊，所以你怎么去定义这一段行情呢？它的高低点是如何确定的？这个就需要我们使用这个 zigzag 来进行定义啊。没有它的话，其实它这个指标也是很难去捕捉到各种形态的啊。那么它跟我们肉眼去捕捉的话，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你量化的话，你必须要给它一个标准啊。定义波段，3个参数。首先是深度，深度的话，默认的话是12，深度有3个值。第二个是偏差，第三个是相当于是对于高低点有效高低点的一个确认啊。这个默认值是5啊，这个是3。再接下来就是形态的定义啊。形态的话，参数比较简单，就基本来说每一个形态都是4个参数。第一个就是你是否要启用这个形态啊？你如果传入 false 的话，就代表你这个页它是不会捕捉这个形态的话。那么我在这个奥美上的测试的这个结果啊，发现它适合的一些策略适合的一些形态就是加利形态，还有这个 BAT 形态，还有 ABCD 形态。你像蝙蝠啊，包括鲨鱼形态这些，作用在这上面的话，可能作用在这个奥美上的话，可能绩效就不是很好啊。当然，这个不同交易品种，你们自己需要去做测试啊。我这里只是以这个奥美进行一个举例说明。好，那么第二个形态代表的就是容错率啊，也就是这个容错率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定义的越大的话啊，你的值越大的话，代表你的这个容错率越高啊。值越低的话，也就比如说你这传入5%的话，也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形态的要求啊就越严格啊。那当然更严格的话，你这个交易笔数就会变得更少了啊。所以你最好取一个适合的一个范围啊。你也可以进行回测去找啊。我这里的话都是使用的30啊，这个指标的一个默认值。然后每一个指标第三个参数就是多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空的这个形态的颜色是什么啊？橘的就没有了，橘的就大同小异了啊。这里我们给它定义的是这个，首先是定义的这个加利形态啊 ，Gattery， 不知道怎么念啊，英文。3个参数，首先第一个是布尔类型啊，是否启用这个形态？默认给它启用，是否启用？好，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这个形态，允许的 OWED 最大的容错是30%，默认情况下30%容错率。
就是2个颜色啊。首先是这个形态的左多的颜色 ，long color， 默认就是天蓝色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好，这就是一个形态它会拥有的3种参数啊。那么接下来形态我就一次性写完了，我就不再演示过程了，比较繁琐啊。好，这就是全部的，这是几个形态？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啊，就是加特利7种谐波模式啊，参数都是一样的啊。把这个也给它写一下，编译一下。好的，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全局变量啊。首先定义这个指标的句名，然后是这个 signal 的信号啊，因为它这里的 signal 我们是根据这个是根据这个指标里面的值进行获取的啊。比如说，它这里看一下，应该是在这里产生的。我们主要拿的其实就是这里的 buy signal 和 sell signal 啊，包括它这里的止损，这个 TP 啊 ，TP1 一直到 TP3啊，我们都是在这里进行获取啊。好 ，signal buy。还有啊，这是多的，还有 signal sell， 然后是对应的这个 TP 啊 ，TP1， 然后 TP2、TP3， 然后止损 SL0。啊，为什么这里取这个 SL0 而不是直接 SL？ 因为这个 SL， 如果你直接这样命名的话，它可能会跟这里的这个 position info 还是那个第2 info 里面有一个，对，这个 position info 里面这里有一个 SL 名称的一个定义啊，所以最好跟它进行一个区分啊。我们这里就叫做 SL0吧啊。然后就是我们的 current buy 和 current sell， 也就是当前的买和卖，还有当前的这个止损，当前的 TP1、TP2、TP3啊，就这些了啊。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使用这个 asNew bar 需要的这2个全局变量，一个是 bus total 下的这个 time frame， 还有一个是 bus total 下的M1啊，也就是1分钟。好，编一下，没毛病。那么在 onInit 里面，我们进行这个指标的实例化操作啊。首先是定义一个路径，有2种方式。如果我们这个用户选的这个路径是在 market 下的话，我们直接就给它把这个路径给它写下来。market 下，否则的话，我们直接给它空了，我们就不再针对于这个进行判断，因为它只有2个嘛，不是这个，那肯定就是这个了。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在这它是一个选择类的啊，所以它不会有更大的自由度啊，它不是这个 market 的，那肯定就是这个指标跟目录下啊，毫无疑问啊。指标聚饼的实例化的话，那么我们就使用这个 iCustom。好，这就是指标聚饼的这个实例化啊。那么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这个 symbol，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交易时间周期啊，这里代表的就是它的这个路径啊，这后面的都是它的必须要传的这个参数啊。它这个指标的话，这个参数还是很多的啊，因为它涉及到的这个形态比较多啊，每一个形态都有4个参数啊，所以它跟我们常规的这个用到的一些指标看起来就非常的臃肿啊。要去判断一下，如果加载失败的话。加载失败的话，我们给它弹一个框啊，弹一个提示框，就是指标加载失败啊，加载失败，请检查，算了，你们自己写吧啊。我这里就写指标加载失败啊。加载失败的话，你可以提示它，你用户选择的这个 mode 下的当前的这个文件夹下没有相关的指标啊。我这里就表达这个意思就行了，不整那么多提示类的信息。failed 加载失败，加载成功的话，我们这里其实可以不用啊，待会儿再说啊。对，这个 trade 的绑定的类还是必须要的。max bar 写错了吗 ？max bar 没写错啊，这样就对了啊。好，那么这是我们的 onInit 方法啊。onDelete 方法的话，我们没有什么要写的，你可以在这里写一下这个 indicator release 方法啊，我们这里就不再写了，写不写都影响不大啊，主要就是做一个资源释放啊。好，那么我们还是要 is new bar 函数必须的啊。不管是哪一个 EA， 基本上我们都会用到这个方法啊，它可以帮我们节省掉一些计算资源啊，最起码在我的 EA 里面，这个是属于一个必要的操作啊，非常必要的啊。enum 下的 time frames 定义一个交易的时间周期，然后定义这个bar count 啊，bar total 啊。首先获取当前的所有 K 线总数，传入当前品种，然后传入这个交易的时间周期啊，判断一下当前的 K 线总数与我们的这个传进来的这个 K 线总数是否一致啊？如果是一致的话，那么代表是没有新的 K 线产生的，我们直接给它 return false。如果走到下面的话，那么就代表它是有 K 线新的 K 线产生的。我们首先针对于这个8更新一下这个 btotal 啊，带暗的符号的代表的就是引用传递啊，我们可以在方法体内进行更新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你不带的话，那么你这种更新它是不会传递到这个方法体外的啊，所以一定要记得加上这个暗的符号，否则的话你的运行逻辑是不一样的啊。再说一遍啊，这个代码它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过程啊，差一点都不行啊，所以不要再说你是完全按照我的代码写的啊，你如果出错了，那肯定就代表你是没有肯定有跟我不一致的地方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好 ，is new bar 之后我们就进行调用，传入当前
时间周期，然后传入这个这里，因为我们这里不牵扯到一些持仓过程的管理，比如说评价保护移动止损所以我们直接使用这个 trade time frame 这种时间级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止损和止盈会直接带到这个具体的每单里面所以我们这样使用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是先写个注释统计当前持仓数量，因为我们要判断，只有在，还是我刚才最初说的因为它这个指标它是有重汇的问题的如果我们不针对于当前持仓，数量进行一个判断的话，那么它就会，针对于同一个形态它会开很多个仓位就是让我们的风险敞口无限的加大这样，其实还是挺有风险的好，那我们把这个统计持仓的方法写一下 ，int count open position positions， 因为我们只是判断当前是否有持仓，所以我们这个就写的简单一些直接就传入一个 magic 就可以了。定一个变量，用来存储当前持仓数量，然后获取当前持仓的总数POSITION 持仓总数，然后后循环。我个人对于这个括号的习惯因为我最初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是用的这个 Java 代码所以我个人的一些个人操作习惯是使用的这个括号是这种方式但是如果你是有些同学他是这个有其他的这个编程经验，比如说这个 C# 或者什么之类的，你这样写也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在这个MQL5它里面不要求这个你怎么写都可以你直接这样写也可以只要你看得舒服。U 浪类型，我们存储这个position 的 ticket position ticket 使用这个 POSITIO position get ticket， 针对于这个持仓做一个判断针对于这个 ticket 做一个判断，如果它是小于等于0的话，那么就代表的是你可以在这 alert 也好，你是 print 也好就是给它输出一个提示语句我这里为了简单起见，我直接就 return 了return false 代表你这个有异常不往下面执行了。然后是 position select， 这个最好做一个判断 position select by ticket， 把这个 ticket 传入进来如果它选中失败前面加一个感叹号代表的取反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 position select ticket 如果传入的是这个 false 的话，然后你又前面加了感叹号代表就是 not false 取反的话，那么就等于这个 true， 等于这个 true 它就会进入到这个方法题里面这就是取反这个方法题里面我们还是你可以自己给它弹一个提示我这里偷懒一下不提示，我直接就是 return false， 然后是 magic magic， 我们获取一下这个 magic position get integer， 给它复制到这里。看不到源码，我看源码的话可以算了，大家明白这样用就可以了。我这里最好也是还是要做一下判断因为有可能是获取失败了。获取失败 return false。
然后走到下面的话，那么代表你这个 Magic 包括 Ticket 选中仓位都已经成功了啊。我们这里就是做一个最终的逻辑判断一下你这个 Magic Number 是不是我们不要重名了，是不是我们需要查找的？如果是的话，我们这个 count 就进行一个加的操作。这个 count 加它其实就等同于 CNT， 等同于一个+1的操作，就是一个累加嘛啊。我给一些这个对于代码初学者进行一个讲解啊。这两种方式是同样的功能啊。好，还有就是这个 if 啊，你可以看到有些 if 它是这样写的，但是针对于这种 if 块里面只有单行代码的情况下，你其实是可以省略到这个花括号的啊，你直接这样写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不会有代码异常的。不行，我编译一下编译一下出异常了，它这个出异常是因为它这个方法是有一个 int 类型的返回值的，但是我们还没有给它 return， 所以它会有异常啊，它跟我们这里的 if 块没有什么关系啊。好，我们编一下，看，是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警告的啊。好，我们这里进行一个调用啊。传入 Magic Number， 然后这里就是做判断，如果这个 CNT 不等于0，不等于0代表它肯定是有持仓，有持仓的话，因为我们会在下面做这个多空开仓逻辑啊，我们会在下面的代码做这个多空开仓逻辑啊。那么不等于0的话，代表它是有持仓，有持仓我们就不能让它走到这下面继续让它开仓啊，不能重复性的开仓，我们直接就是在这里给它 return 啊 ，return 的话它就直接返回到这个方法最上面进行执行了，它就不会执行我们后面这些逻辑了啊。好，那今天先这样啊，因为这个视频我看了一下又录制了50分钟啊，不能太长了啊。好，那么我们下一章再进行这个指标值的获取啊，包括这个开仓逻辑、下单，还有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加仓逻辑的这个编写啊。那么这一章先这样啊，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啊，多多转发啊，多多投币。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啊，拜拜。